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美国海军陆战队即将迎来新司令。5月31号，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名埃里克·史密斯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下一任司令。美国有关军事媒体上，特别是陆战队自己的网站上，对史密斯是一片溢美之词由此判断，这个任命已经通过了内幕的沟通，基本上是可以过关了。史密斯的上任意味着对所谓力量设计2030将继续执行下去。这个力量设计2030就是放弃传统的海军陆战队的渡海攻坚任务，放弃坦克等重型武器装备。虽然陆战队依然有两栖攻击的能力，但重点转向了岛屿游击战。史密斯此人能当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和中国有很大的关系。史密斯算是一个职业军人大学选择的是德克萨斯州的 A&M 大学，这是一所培养美国海军后备军官的公立学校。1987年，史密斯入伍进入海军陆战队，参加了海湾战争，参与了沙漠风暴和沙漠盾牌行动。此后史密斯在利比里亚、委内瑞拉、伊拉克和阿富汗都执行过任务。史密斯自称在伊拉克期间受过伤，腿部中了一枪，这也算是为美国流了血吧。史密斯在2015年成为高级军官，2017到2018年担任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师长。美国海军陆战一师是赫赫有名其中在朝鲜的长津湖地区被志愿军第9兵团分割包围，如果不是武器装备和后勤占绝对优势，差一点就全军覆没。从2018年开始，史密斯的职业生涯和中国有了直接的关系。他在2018年和2019年担任第3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部队司令，部署在琉球群岛的冲绳。就在这个时间段，海军陆战队的现任司令大卫·伯格发起了所谓的力量设计2030。虽然他的想法遭到了不少陆战队的老兵和一些公众的强烈的反对，但是美国上层是支持和鼓励的。史密斯是力量设计2030的直接参与者，更是伯格之下的2号人物，所以他对力量设计2030是积极支持，坚决执行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这个所谓力量设计2030计划，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。传统的渡海攻坚作战方式，在中国面前是找不到任何机会，却又不甘心让自己的军种从此边缘化，于是冥思苦想，发明了这样一种游击战和机动导弹战相结合的作战概念。很多军事专家认为，在解放军导弹的威胁面前，这种战法根本不管用。但是史密斯辩解说，这是基于事实和威胁做出的决策。史密斯上任以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面临一边倒的局面。所谓的一边倒，就是在其他战场上没有陆战队发挥的空间。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，波斯湾地区的战争风险是大幅度的缓解。虽然美俄因为乌克兰战争矛盾尖锐，但是短期内美军是不会直接参战，陆战队被派去黑海、波罗的海甚至是北冰洋打仗的可能性并不大。因此陆战队会把几乎全部的力量用在中国当面。陆战队如今已经放弃了进攻的态势。史密斯上台以后会进一步的实施力量设计2030。为此史密斯打算继续推进第2个海军陆战队滨海团的组建，增加所谓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阻击系统，其实就是运载着反舰导弹发射车的登陆舰，为陆战队增加巡飞弹和自杀式无人机，进一步增强化整为零的部队的火力和生存力等等。从目前的部署看美陆战队摆出了备战的架势，驻扎在冲绳的部队将大量的后撤到关岛，仅仅留下第3远征部队的司令部和作为主力的一个滨海团。在实战的时候，美陆战队打算派出驻扎在冲绳的这个滨海团，占领琉球群岛南端的石垣岛等岛屿，部署反舰导弹。等解放军舰队穿越宫古海峡前往台湾以东洋面的时候，给解放军来个守株待兔。美陆战队这样的部署很值得我们担心吗？我觉得大概需要担心的是他们自己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是绝不撤退，这句话来自1918年的6月1号的一战期间。当时德军向法美联军发起了鲁登道夫攻势，法军很快就支撑不住了，退到了法国埃纳省的贝洛森林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第5团和第6团在这个地方驻防。
败退到这个地方的法军建议美军说：“赶快走，赶快撤退。德军呢攻势很猛，你们守不住的，赶紧撤退到第二道防线吧。”当时有个美军的连长说：“撤退，绝不撤退。”然后这两个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用白刃格斗挡住了德军5个师的轮番进攻。从那以后，绝不撤退就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座右铭。今天呢，台海战争还没打起来，陆战队就开始撤退了，不但从冲绳撤退到关岛，还从渡海攻坚打硬仗的这个作战精神上撤退了。史密斯虽然不是第一个撤退的，但他必须带着陆战队继续往后撤。所以无论史密斯说了多少硬话，这一仗啊，他还没打就输了。好，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